距离优助发售已经过去1年半了，和沪语旅地也相隔了1年。悠游白书这个名字对于大部分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已经是很陌生了。从代歌产品的频度也能窥见这热度的1、2。但对于那个年代看过的大朋友们来说，尤其是女生啊，应该没有几个不把藏马当成男神的吧？富坚老贼对人设的把握，即使跨越时空放到今天也不过时。话说以前看的台译版一直没注意啊，等看到包装盒才发现，藏马的日语发音原来是库拉玛。岸本不愧是富坚的忠实读者。好的，那么这里也感谢3月兽小伙伴寄来的本期评测件，虽然有一点迟到，但好货不怕晚，咱们赶紧来开箱。那这次比较奢侈的是给了双层吸塑，直接给玫瑰藤蔓单独装了一层啊，毕竟是该玩具最大的卖点，就得豪横一点啊。那按照惯例，开箱完还是先来看到主体。其实我当年第一次看到藏马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女生啊，更何况头发还是粉色的，更何况小时候点播台放的都是断断续续的。直到讲到藏马的身世才发现，靠，竟然是个男的，而且这个人类的身体也有名字，南野秀一，好吧。等到后面看到藏马的妖狐形态，那真是惊艳到我了，不愧是初代的妖狐男神。其实男神不是不喜欢中性风啊，关键是气质和气场得在线。不过妖狐版本的藏马得等一等了，今天看到的是奶狗啊，不对，是人类版本的藏马。那这个造型呢，大家认为还原度如何呢？单从身材比例来说的话，我认为已经能打8分往上了。不过作为一款 SHF， 还是逃不过那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胶感。这次的这个长衫虽然做了一定的纹理刻画，也选用了带一点磨砂质感的材料，但毕竟还是浅色系，加上内搭的白色，即使边缘有蓝色的条纹涂装，但这个胶的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相比之前的优助，已经算是好上不少了。当时买优助的时候，觉得把玩的手感非常的优秀啊，可动也做得不错。但拿出来和藏马摆一起的话，就有一种怎么不在一个画风的感觉。优助这边的胶感会明显很多，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头发的关系啊，这样看藏马的话会比优助帅得多啊。难不成是面雕更还原吗？来看一下面雕。首先是一个藏马标志性的天真无邪脸和一个斜眼脸。天真脸这个以漫画转 3D 的角度来说，做的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不过这个斜眼脸呢，其实也还不错，但感觉邪魅过了点，不太像藏马的大眼睛，有点游戏王片场跑出来的感觉。然后是这两个怒吼脸和呲牙脸，这两个表情也是做的非常还原的，面部细节刻画的也很到位。除了呲牙脸的这个牙齿的涂装，我发现戴哥对牙齿的拿捏是神一会儿鬼一会儿，这次又给弄成了嚼泡泡糖的嘴了。不过瑕不掩瑜啊，4个面雕基本都不错，3个非常的还原，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另外这次还带了一个风吹小辫子的替换发型，这次的头发是双层嵌套的结构，可以像这样单独拔下来独立替换，不过也因此会有一点点的松动。替换后的这个造型动感很不错，我是非常喜欢的。同样带有风吹效果的还有这个下摆，也给了一个替换件，需要把身体先拔成2段，然后单独把这个后摆给拿掉，然后再把风飘后摆给插进去。不过注意一下啊，这里不是简单的套进球冠，球冠的下方有一段圆形的桩，要把孔位套进桩里固定住，这样才不会多出来一段和上半身干涉，同时这样也才能固定住啊。最后再把上半身连着腰带装回去就 OK 了。其实这个下摆本身的可动范围是很大的，不会干涉到腿部的可动，但是为了造型的飘逸，戴哥还是多给了一个替换件，这个造型确实也会更帅一点，可玩性大加分。然后可以看到啊，这次还有藏马的专属道具，一朵做的非常精致的玫瑰花，涂装也很细致，并且还有一对专属的握玫瑰的手型，一对轻微兰花指的开掌手，一对正常的放松开掌手，一对空心握持手，接下来用来握荆棘的，以及一对正常的握拳手。那看过的小伙伴都知道，藏马的玫瑰都是先这样把手伸到后面，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就折了一朵出来的，可能头发后面藏了一座花园吧。不过一般这朵玫瑰都会继续变成这根藏马最喜欢的主武器玫瑰的荆棘藤蔓。那我认为这也是这款藏马最大的卖点了。这次的这根荆棘内嵌了铁丝，所以是可以随机凹造型的。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在铁丝上套了几个胶套，近看的话能明显的看到连接的缝隙。当然这也没有什么涂装啊，荆棘也是胶的，质感一般，但作为一个可以随意凹造型的武器来说，那就非常值得把玩了。除了因为重量略重，单手握持有点把持不住以外，配合上优秀的可动，摆一些帅气的 pose， 整个把玩的体验也是非常爽的，跟白优助感觉差不多啊。OK， 那么接下来就来详细聊一下可动。首先脖子的衣领虽然是分件，但和脖子基本上是固定在一起的，低头也会一起动，能达到60度以上。后发这里做了独立的分件，有一定的可动范围，根部连接了一个长球冠，能抬起30度，但抬头的幅度因为后发还是有一定的干涉，所以只有30度左右。头部左右侧摆的幅度很大，能到45度左右，360度的平转自然也是没有问题的。肩部依然用的是时下最流行的斜插式多段可动轴，通过向前转动来完成肩部的前伸动作，能达到大概30度左右的范围。这里可以看到内部其实是多段的关节，向后也有一定的可动幅度。不过这种关节的副作用就是大臂360度大风车的时候比较折腾，但并非是做不到哈。手臂平弹能略微超过90度。
大臂上段也做了360度的平转关节，曲肘双转关节150度正常幅度，最后手腕只留了30度不到的上下翻动的范围。弯腰由于胶衣存在一定的干涉，只能达到30度多一点。挺胸也是一样的，大概就是30度的样子。反而是左右的侧摆幅度非常给力啊，都差不多到45度了。最后360度的平转自然毫无压力。再来看到腿部，首先帘子能大幅度的掀起来，没有阻碍。掀起来以后，前踢能轻松达到90度标准幅度，后踢自然也能达到90度的幅度，侧踢也能轻松的达到90度，有帘子遮着就是好做关节啊。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毫无压力。最后的这个屈膝180度贴住大腿，造型非常饱满，膝盖填充也非常到位，给力。最后来看到这个小脚，首先脚尖可以90度的上抬，脚掌下翻可以整个脚背打直，向上抬的话大概45度左右。脚掌的平转坐在脚脖子和裤腿连接处，隐藏的非常好。当然有了360度，就有时下最流行的忍者接地脚，内外都能达到90度的接地，非常的给力。OK， 那这个可动除了弯腰稍微差一点点以外，真的没太多可以挑剔的，幅度优秀，造型优秀，一定程度上还有衣服的遮挡，一体性也很不错，所以我说把玩的体验也是相当不错的。可惜优助和藏马没什么合体技，飞鹰也还没有出，这个互动就比较的少了。就这次藏马自带的一张优助的抱怨脸，可以摆一个这样比较日常的互动场景，我是觉得没什么意思啊，不如多给一张藏马的面雕也好啊，还能多给藏马摆2张帅照。不过除此之外呢，这次藏马的配件和素质也已经非常的 OK 了，而且在国内也多少属于是冷门的动漫，作为通贩来说，价格估计会慢慢的掉下来，喜欢悠悠白书的兄弟可以再等等看。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视频制作不易，期待大家的多多点赞分享，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关注一下哦。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啦。